因为别人既然不在意你的感受，那你也不需要去在意他的感受，你都可以这么无耻哦。那我这样子就不算无耻，因为一尺还有一尺高。大家好，我是各位的读师郭董。今天我们的节目形式比较特别一点点，我们因为现场来了非常多的学员，将近有3000多个人，所以我们决定从其中挑选一位学员来发问，那由我来回答这位学员的问题。这个有问题的学员请举手。坐在那个第60排，穿着黑色衣服，戴着墨镜的圆脸的小女孩。老师，我想请问你，听了你之前的课程之后，我很好奇，什么样像你一样可以变得那么厚颜无耻，不在意别人的看法？这位学员的问题非常好，我刚刚已经为大家去展示了什么叫做厚颜无耻。明明我这个地方就只有小猫2-3只，我就可以说3000多个人，那我也是脸不红气不喘。那你可以说我很无耻，其实我也觉得没怎么样。为什么我能够去做到一个这么样厚颜无耻的人？是我天生就无耻吗？还是喜欢无耻？无耻难道是一件坏事吗？我们这个事情必须区分成2个层面来看。我是一个无耻的人，请问我刚才的行为有伤害到你，还是伤害到别人的利益吗？我说我这个现在我面对着几千个人在上课演讲，这个行为我有伤害到你吗？是没有的。那我的无耻这件事情是针对于我自己，我做了一件或许我觉得很好笑，或我觉得我很开心的事情，但你们不以为然，你们对于我的评价是无耻。那我说区分成2个层面来看，这种无耻的行为去伤害到别人，那真的很无耻。但我只是一个开玩笑，我自己觉得很开心，我觉得这没什么。那刚刚这个学员问我，为什么你可以当一个很无耻的人？怎么样才能像你这么无耻？我在这里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是一个善良的，我的无耻的出发点都是善良，因为我不伤害别人啊。请问，没有伤害别人，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是。如果你伤害了别人，那你真的是一个无耻。我老板叫我下班之前交出一篇5万字的报告，好无耻，因为他非常过分的命令，非常过分的指令，要让我过得非常辛苦。他伤害了我，我可以在心里这么骂他了。老板跟你说，下个礼拜连假，可不可以来我家帮个忙？你说不好意思，连假我已经安排好那个，我要出国去旅游。就回来的时候，老板就跟你说，不好意思，你上班就到今天，之后你不用再来，因为你没帮他，他 fire 了，这个好无耻。那我是一个无耻的人，我的行为有符合我所描述的这些状况没有？我只针对于我没有伤害到别人的部分。这个伤害包含的言语的部分，我没有辱骂你，我没有去羞辱你。或许你会觉得，我怎么好像能够过得很自在？你怎么样讲你都没感觉，你好无耻。我对于别人的恶意评价无动于衷，难道就是我无耻吗？我想强调一件事情，恶意评价，我也跟你没有什么交集，只因为你想要伤害我，那你觉得我本人厚颜无耻，没有办法伤害你，所以你在我的背后跟那些与我有关系的人说，讲我这个人讲话都不好听，这个人脸很臭，这个人怎么样？我以上所讲的是实际上发生的状况，或许有可能当时那个说我这样子行为的人，也有可能在上我的课。我必须很明确的告诉你，你真无耻。但是能不能伤害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依旧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那为什么我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其实很简单，因为我非常清楚了解一件事情，你对于我，或者对于我以外的这些人，你所做的这些行为是蓄意的，想要达到某些目的，而以这种方式来针对我，那就是一种很无耻的行为。那我们今天去面对一个非常无耻的行为，应该怎么样去反击？那就是你要比他更无耻。我不是说你要用同样的方式去对他，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并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别人既然不在意你的感受，那你也不需要去在意他的感受，你都可以这么无耻哦。
那我这样子就不算无耻，因为一尺还有一尺高。你为什么要去在意别人说你无耻？老师，我怎么样才能像你这么无耻？这是一种恭维，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恭维。我希望大家也能够用同样的一种态度来面对别人用无耻这个2个字来形容你跟评价，你要将它视之为一种恭维。应该说你之前听了我前面所讲的事情，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好学生。如果你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好学生的心态，那突然有一天你崩溃了，你觉得你没有吃叉叉棉，没有办法，那你应该要去听我的课，学习当一个无耻的人，不要去在意别人评价。我压力好大或怎么样不好意思，以上指的是精神部分，如果是金钱部分我没有办法帮你，我希望你帮我。你今天不想让精神科医生去赚你的钱，不想去上几十万的疗愈课，那你来被我打击，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种不错的。我们讲说训练有2种方式，一种叫做正规的训练，告诉你跑步、游泳。那我的训练方式比较不一样，我就是把你关在一个笼子里面，然后放狗咬你，你一样死命的跑。或许这种训练效果比那种每天叫你跑步训练效果更好。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本人这么无耻的一些心得的一个分享。那请问这个学员还有什么有关于无耻想要更深入的理解跟探讨吗？又举手。那怎么样去评断别人说了是真的还假的？怎么样知道需不需要自我检讨？应该说我们从小到大都念很多书，我们的老师或者在课本里面都会教我们说，我们要当一个善良而且正直的人，我们要时时刻刻警惕自己，我们要常常的去反省自己是不是对人对事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或做得不足。我们今天用一个非常理性的态度来去面对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事情。为什么要检讨自己？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理由？我检讨自己的行为，因为我这个行为对你不礼貌，所以我以后不要这样再做。还是我检讨我自己今天做的这个行为，对你做的这个行为，这个行为有可能让你觉得不舒服，而你这个生意不给我，会去影响到我整体的事业规划。我们要从大局下去着想，而不要从小处去钻牛角尖。常常有情绪上问题的人，并不是在看大事，而是在钻一件小事。这个椅子排在这边没有距离前一张椅子5公分，它距离前一张椅子4公分，这不对，一定要对好。大家可以去看看你周遭那些，你会觉得他是可能需要看医生，或者他自己本身也说我已经在看医生了的这些人，常常会去拘泥在一些比较小的地方上面。强迫症，因为我不是一个专业的医生，所以我不去讲这些病状的事情。我们单纯从行为上面来看他就是每一个东西一定要排得整整齐齐，他不排得整整齐齐，他就会暴躁，会暴怒，情绪会爆发，或他一定要洗手，每天都要洗手，而且呢摸了什么东西就要洗手，这种很显而易见的这些所谓的表征上的状况症状里面，它都是基于一个非常小的事情，而不是去看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人家给你评价也是一样，评价通常都是很小的，我们讲说挑你的小毛病。如果你不够无耻，人家挑你的小毛病，你会觉得很痛苦，你要改，你要怎么样，你甚至会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呼吸了，因为我呼吸所喘出来的气有可能让人家觉得很臭。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一定要来听我的课，因为这个病很好治，不是这个病，因为这个状况是很好处理的。我可能还是不行，我没有办法过去我自己这一关。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过了你自己这一关，那别人也很难帮你过关，因为能够帮助你过关的只有你自己。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我没有办法，那谁能帮你？说真的，谁都帮不了你。最重要的自己要帮自己，够无耻才能强大。记住，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拜拜。